美军的标志性武器 M203 榴弹发射器不仅引起了苏联相关武器的研制，它还受到了好莱坞在内所有人的关注。托尼端着 M16A1 步枪和 M203 下挂榴弹发射器轰碎大门时说的那句 "Say hello to my little friend" 的场景一直萦绕在火力军的心头。本期我们就全面解析一下这把美国陆军为40毫米弹药而要求开发的单发下挂式榴弹发射器，以及它与枪口发射的枪榴弹各有什么优劣。上世纪中期的榴弹发射器大都是独立的装备，如 M79。士兵在作战时往往需要同时携带一把 M79和另一把枪进行自卫，使用操作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携带也极为不便。于是美军就觉得是时候来一款不需要额外携带一整套榴弹发射器便能进行发射，最好能与步枪装备结合，既能进行点杀又能进行面杀的轻便榴弹发射器。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 M203 榴弹发射器诞生了，并且直接替换掉了当时主流的 M79和没来得及试验成功的 XM148 榴弹发射器。但在这个过程中倒是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原来 M203 并非科尔特公司研制，它只是捡漏才拿到的 M203 生产合同。事情是这样的，当初针对 M79 在越南战场暴露的榴弹手缺乏自卫能力问题，最开始是科尔特公司拿出了一个设计方案，叫 CGL4 40毫米榴弹发射器，也就是后来的 XM148，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兴趣。于是双方在1965年签订合同，由美国军方采购了27400具，交付给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于1965年到1967年投入越南战场试用。XM148 投入越南战场，一开始似乎挺受欢迎，但很快负面评价就来了，如扳机连杆太长容易损坏，扳机阻力太大，瞄准距太简陋等等。美军试用后表示，还不如换回 M79 榴弹发射器。于是在1967年，美军正式停止装备 XM148，并重新开始招标，寻求新的替代型号。在1967年9月，美军在新参与投标的公司中选出了3家公司的样品进行对比。这3家公司分别是 Pellic Ford 公司、Aerojet General 公司和 AAI 公司。在最终的对比中， AAI 公司的枪管滑动式装填单发型下挂式榴弹发射器设计方案脱颖而出。美军在1968年11月将这个方案命名为 XM203， 并将600具 XM203 送到越南进行了实战测试。后来经过少量改进后， XM203 在1970年8月被正式命名为 M203， 而当时没有入围的科尔特公司因其生产工艺和成本较低，便捡了个大便宜。当时的美国陆军把所有的 M203 生产合同都给了科尔特公司，于是乎 AAI 公司只生产了最初用于实战试验的600具，剩下的数十万具 M203 都是科尔特公司生产了。所以后来的 M203 就被称为科尔特 M203 40毫米榴弹发射器。科尔特公司也因此拥有了这款武器的专利，而后续的很多类似设计的版本也都是由科尔特公司授权生产的。M203 榴弹发射器空枪重量 1.36 公斤，整枪长350毫米，枪管长305毫米，其整体结构相当简单，身管是滑动式单发射器，身管向前打开时，发射机构自动进入待机状态。从本质上讲，它就是一个安装在步枪下方的大口径线膛发射管，身管上铆接了聚合物护木，其扳机护圈内还有一个旋转保险。而要给 M203 装填弹药，只需要按下左侧的枪管释放按钮，然后向前推动发射管，便可装入一枚榴弹，然后向后关闭发射管，并将保险关闭，将 M203 对准目标，扣动扳机便可击发。不过由于枪机采用的是单发手动后膛装填的模式，所以其发射速度是比较低的。而 M203 吸引火力军的真正魔力在于它所使用的弹药，它采用的是40×46毫米的低速榴弹，囊括了射高爆弹、人员杀伤弹、烟雾弹、散弹、照明弹、气体弹及训练弹等多型弹种。40毫米榴弹技术与现代普遍使用的许多武器系统一样，也是源自2战期间的发明。
当初随着二战局势的不断恶化，德国拼命生产各种武器来装备两线作战的庞大德军。同时，为了节约发射药和原材料，德国工程师还设计出了高低压发射原理。我们知道，传统反坦克炮消耗的发射药相对较少，但由于膛压峰值很高，因此需要沉重的炮管和炮尾结构来保证激发。而坦克杀手和铁拳这类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明明很容易就能生产，但却需要消耗大量的发射药，因此德国才发明了高低压发射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革命性的发射原理可以让弹丸获得较低的初速，从而降低后坐力，允许其可以发射更重的弹丸。与其他后坐力武器相比，这样的发射原理更加节省发射药。M203 的40毫米低速榴弹专门用于覆盖手榴弹和60毫米迫击炮之间的火力空白。通过将德国高低压发射原理整合到一个短粗的药筒中，让弹丸以相对较低的初速飞出弯曲的弹道，这样就可以垂直落入掩体后方打杀敌人，进行面杀伤。标准的 HEDP 榴弹有效杀伤半径为5米，可以击穿51毫米厚的钢装甲，对集群目标最大有效射程400米，对窗户等点目标有效射程约150米。所有40×46毫米低速榴弹都有出膛保险，通过弹丸旋转解脱保险，因此在30米距离之内，即使碰到障碍物也不会爆炸。而另一个吸引火力军的点是 M203 在瞄准方面也毫不逊色，它拥有2套瞄准装置，一套是装在步枪枪管上方的立式标尺，标尺板为框形，上面有5个缺口，从下往上分别以5米递增，对应50到250米的表尺，在下方有仰角调节表尺，通过仰角调整螺帽进行调整。在使用该表尺时，射手从相应射程的缺口看步枪准星，把步枪准星放在缺口中间，再对准目标。不过在早期的版本中并没有封偏调整，所以在越南战场测试的时候 M203 射速和精度都较低，也就在后续中才做了调整升级。另一套瞄准装置是装在 M16 步枪提把上的象限式瞄准具，与 XM148 的瞄准具类似，只是相对较短。它有一个扇形分化板，上面标注射程。象限式瞄准具用于远距离驱射的功能，能箭瞄射击50到350米的面目标。这个瞄具可以安装在 MIL-STD-1913 导轨，或下挂在 M16 步枪的提把上。需要注意的是 ，M203 并不挂在 M16 步枪护木上。它的前后2个挂点是固定在枪管上的，所以 M16A1、A2 步枪加挂 M203 时，需要拆下原来的护木，把榴弹发射器挂在裸露的枪管上，再装上专用护木。而挂在 M4 卡宾枪上时 ，M203 的前挂点是挂在准星座前方的枪管上的。为此 ，M4 卡宾枪枪管上还留有一个缩小段，用来固定 M203 前挂点。另外 ，M203 这2套瞄准具是分开使用的。前面的立式表尺主要用于点目标瞄准，后部的象限瞄具用于面目标瞄准。所以在使用面目标瞄准的时候，一般会把枪举得比较高，使榴弹到达目标的时候能够朝下飞到目标区域，从而实现面杀伤效果。M203 作为一款让榴弹发射器与步枪结合，以单一武器发射子弹和榴弹，降低士兵携行重量而研发的武器 ，M203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除了可以挂在 M16 和 M4 步枪上外，各种衍生版本也可以挂到 AUG 步枪、FAL 步枪、G3 步枪以及 AK47 步枪上使用。有些部队甚至将其直接挂在 MP5 冲锋枪上使用，又或是美军有些部队还将其挂在 M249 轻机枪上使用，并且还一次性挂在2门，可以说是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也难怪 M203 会一直沿用至今。同时，为了能够单独使用，有些公司还生产了伸缩枪托及握把组件，使得 M203 也能够像 M79 一样单独使用。而民用版本的，因为榴弹发射器本身属于3级管制武器，所以在美国购买会受到很多限制。每买一把管制型40毫米 M203 就需要支付$200 NFA 管制品税金，外加6至12个月背景调查审核期，甚至一些州干脆就禁止平民拥有。所以为了满足民用市场需求，有些厂商就生产了37毫米的 M203 榴弹发射器。
它的外形和真 M203 很相似，但是口径为37毫米，不能发射军用榴弹，但可以发射各种37毫米防爆弹、霰弹、催泪弹。民用版本单价在$1082，因此能在民间看到的都是37毫米口径的版本。M203 在服役之后，首先用在越南战争中，在后续的一些战争中也有所采用，作战成绩优秀，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轻便榴弹发射器。枪榴弹最早时是嫌手榴弹扔得不够远，便突发奇想，拿枪崩出去，又远又省劲儿。于是就是这样，可以看出，早期的枪榴弹是需要加装比较复杂的枪口装置的，同时还要用空包弹才能发射。要是忘了换空包弹，敌人来之前自己就嗝屁了，而且瞄准基本靠蒙，非常不靠谱。枪榴弹也叫枪口榴弹发射器，是二战时期唯一的步枪面杀伤武器。到了现代，枪榴弹属于超口径弹药，一般口径在35到70毫米，重量200到600克，普遍带有子弹收集器，可以直接使用普通枪弹发射，有的带有简易瞄准装置。其主要优点有：更大的口径可以容纳更多的装药，从而获得更大的威力，如杀伤弹和破甲弹，明显就是枪榴弹更胜一筹。其次，枪榴弹无需额外的发射装置，步枪手携带枪榴弹即可发射，具有更高的灵活性。最后，枪榴弹的造价低，通用性高，外形和尺寸更加自由，能够根据战术要求进行设计。比如拉斐尔公司研制专用于城市作战破门用途的 CMO 破障枪榴弹，就是一种特殊的22毫米枪榴弹，绝对的反恐必备神器。相对的，下挂式榴弹发射器，如刚才的 M203 这类，是利用枪炮原理发射小型榴弹的武器，一般口径30到40毫米，弹药重量100克左右。其优点最突出的是其射击精度高， M203 能在500米处精度达到1米乘1米。其次是后坐力小，凭借高低压发射原理， M203 的40毫米榴弹在 M16A1 步枪上发射时，后坐力只有18焦耳，而一般的枪榴弹后坐力为70到100焦耳。更小的后坐力可以让射手抵肩射击，形成较好的瞄准基线，即便是女兵发射也毫无压力。同时，这也能大大减轻射手疲劳和对发射步枪的冲击，从而延长枪支精度和使用寿命。况且下挂榴弹发射器是独立系统，它可随时处于激发状态，而不影响步枪本身的使用状态，甚至都可以处于激发状态。而且在携带数量上，明显榴弹比枪榴弹更具优势。一般每名士兵可携带18到20枚榴弹，若是换上早期旧款的榴弹背心，更是可以携带24枚各式榴弹。但换成枪榴弹，一名士兵一般只能携带4枚。最后 M203 下挂式榴弹发射器具有更紧凑的楔形尺寸，即便加挂上如 M203 这样的榴弹发射器，步枪会增加 1.5千克左右的重量，但是整个步枪系统的尺寸和重心不会有太大改变，不会影响士兵的战术动作。而如果是枪榴弹，则会使步枪全长增加200到300毫米，重量增加300克左右，相当于在步枪的枪口上绑了一块砖，对士兵的战术动作和瞄准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无论是枪榴弹还是 M203 这样的下挂式榴弹发射器，都有各自的用途特点，只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武器即可。当然，随着更加先进的单兵榴弹发射器和自动榴弹发射器的服役，或许如 M203 这种发射效率低且服役多年的榴弹发射器会被慢慢的取代。比如在2004年的时候，美军就又列装了一种新的下挂榴弹发射器，叫 M320， 项目被称为增强型榴弹发射器。M320 其实是美国规格的 HK 公司 AG36 榴弹发射器，原本是为德国 G36 突击步枪配套的。和 M203 相比， M320 更短更轻，最大的不同在于装填方式。 M203 是发射筒朝前滑动，因为滑动行程有限，所以一些弹体很长的榴弹，比如新的温压榴弹就无法装填，而 M320 是向一侧偏转让出装填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到目前为止， M320 也只是少量采购了一部分，美军装备的大头还是 M203 榴弹发射器。好了，关于美军这款用途范围最广的 M203 下挂式榴弹发射器，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